娇娇，我知道你并不爱我，可我比他早，比宋君兰来得早。你我相识这几年，就算不爱，也总归有点情分吧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让我来爱你，你只要在我身边，什么都不用做，可以不回应我，只要让我来爱你。娇娇，我们就当宋君兰不存在，就当这段没发生，我们俩回到原有的轨迹。你嫁给我，我爱护你，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好不好？真能当什么都没发生吗？真的能回到原来吗？你现在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林清源了，我现在该称呼你什么？前太子、殿下？叫我青离或者程烨都好。你这不开玩笑吗？你是正统的皇家龙子，血统高贵，胡乱叫你名字，怕不是嫌命长？娇娇，你不一样的，不论我是何等身份，到何种地位，你永远都是我最爱的娇娇，你是我心底唯一的真爱。终究是不一样的。娇娇，一样，我保证和原来一样的。你相信我，我心里只有你一个，我只爱你。我袁青林愿意用我的性命向你发誓，今生今世我只你一个。行了，别发誓了。就算你想让我独一无二，想要我做你的唯一，可你那些支持者们会同意吗？远了不说，就这个准备接应你的那个什么转运使，他会同意吗？今后你的权力越大，你要权衡的势力也就越多，你想要给我唯一就越难。袁清灵闭上眼睛，在睁开时隐藏起一抹狠戾。娇娇，我会用事实向你证明我的誓言，任何事都有的商量，唯有你这件事上，我绝不会妥协。苏角角无奈地看着他，在这个问题上，他们俩干巴巴的，再怎么争论也不会争出个所以然来。那我的家人怎么办？你把我一个人弄出来了，我爹娘和弟弟还在临安城里。娇娇放心，你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，宋池绝不会伤害他们，我会用其他条件将你家人换过来。你认为你用什么能换来他们？不论任何代价，城池、兵马、钱财，只要他提，我就能满足。你小子可千万别当上皇帝，否则准是个昏君。娇娇，要不要出去看看风景，吹吹海风，可以喂海鸟？行吧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逛荡逛荡，看看周边的环境，了解一下情况。甲板上，娇娇，看好多海鸟，要不要喂它们？苏角角随意撒着粮食，引来无数海鸟争抢。苏角角禁不住轻笑起来。袁清林侧脸看着他笑，他也跟着，眉眼温柔含笑。班车和夏荷站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幕，都心情复杂不已。主子和苏姑娘在一起，原来是另一个人，所以这就很麻烦，裴转运使肯定会反对。哎，是啊，裴家的三小姐一直给主子留着呢。哎，这事儿闹的。江南王的战船即将出发时，江回抱着可乐飞身上来了。不是送他回去看大夫吗？怎么又把这累赘带来了？我是累赘，难道你不更是？你是会拿刀还是会用剑啊？乖乖的，你一个小婢女，竟敢和本大人顶嘴。人家说的也没错，可乐比你还有点用处呢。人家会做饭，会干活，能伺候主子。你呢，江回？你到底是哪头的？转脸看到宋池走过来，君兰，你给评评理。我说可乐是累赘，这丫头竟然说我更是累赘。我是谋士啊，我是靠智慧吃饭的。宋君兰冷着脸，心情无比的沉重。可看到可乐的瞬间，不由得就想到了他的主子。江回，送他去房间休息，让御医给他看看。是。说完，将可乐拦腰抱起，快速的去了客舱。舒云川鼓着腮，一副被抛弃了的自闭中的样子。男人昂立于甲板上，将刚看完的飞鸽传书递给了舒云川。舒云川看完之后，前太子袁清林，难不成？宋时缓缓点头，真没想到，一直蜗居在临安城的小大夫，竟然是前太子。哎，那完了，君兰，和你抢女人的竟然是前太子，这事儿不好搞啊！我管他是谁呀，敢抢我女人，天王老子也不行。舒云川偷瞄了一眼身边人，没敢多说话。他家君兰就是强横不讲理。宋池的战船一路飞驰，全速前进，眼瞅着前方就追上那艘货船了。无数福州的战船列成长队，拦住了宋池的战船。一艘战船上穿着软甲的裴耀祖，吾乃福建路转运使裴耀祖，江南王休要再向前使劲，否则我们兵戎相见。裴转运使，你竟然亲自来了，是为了迎接你外甥吗？我福建路全数将领皆以前太子殿下马首是瞻，衷心拥护殿下。君兰，怎么办？硬碰硬不太现实。就近停靠蒲城。袁清林牵着他的手进入了福州知府。
府的后院，书房里，裴耀祖向袁清林行礼，拜见殿下。舅舅不必多礼。裴耀祖刚要和外甥讨论一下下一步的计划，却先听到袁清林砸下了一个惊雷。我既然已经自立陈王，我想明天向天下宣布立苏角角为陈王妃。苏角角算什么东西啊？你胡闹什么？我裴家三娘子，你如果瞧不上，那也该是广南东路转运使夏家的姑娘，人家可是跟了你10年啊！我意已决，我不同意，这事儿别强撑。舅生俩一见面就闹了个不愉快，袁清林素着脸往后院走，班春跟随着。主子，您跟裴转运使不能闹得这么僵啊！我凭什么要受他们辖制？去找人买红绸，张灯结彩。今晚我要和角角洞房。知府后院突然开始张灯结彩，各处都绑着红绸，挂上了红灯笼。夏荷看着那红红的喜字，他禁不住愣愣发怔。没事吧？还好。别笑了，笑得跟哭似的。其实吧，我早就死心了，因为成天见他对别人用心用情，看着看着心就哭死了。班春没说话，心是最复杂的。屋里，苏角角看着大红色嫁衣，也在发愣。殿下，你这是？叫我清理，求你了，角角。好吧，清林，是红嫁衣时，我要娶角角做我的王妃，让你做我的妻子。今晚我们俩就拜堂成亲，就和角角洞房。陈王殿下呀，就算他能睡，也不敢随便睡啊。他又不是傻白甜，这毕竟是古代皇权时期，有些人着实碰不得。为什么这么着急？缓几天不行吗？角角是觉得太仓促，一切太简陋吗？对不起，角角，是我没做好。袁清林单膝跪在他腿边，满脸的自责，这副可怜的模样令苏角角的心都软透了，不由自主的就摸了摸他的脑袋。没说简陋，已经挺好了。袁清林垂下的眸子里划过一抹得逞的金光，他就知道角角会心软，抬眸时已然又变成了可怜无助的神情。角角，我实在等不及了，我怕再横出意外，求你了，角角，就同意今晚拜堂洞房吧，好不好？苏角角张了张嘴，愣是说不出狠心的绝情话。行吧，随你吧。袁清林露出灿烂的笑容，低头在他的手面上落下一个炙热的吻。角角，试试嫁衣，我去忙别的。袁清林走出屋子，笑容尽收。班春，来书房。书房里，今晚我与角角洞房的消息可传递出去了，保证能传到江南王那里。宋君兰对角角用情不浅，他自恃武功高绝，得到消息肯定坐不住。我猜测他会连夜潜入福州，将最好的人手都安排下去，围剿宋君兰。那您身边？我身在知府衙门，有舅舅的人手护着，不会有事。按我说的去安排，我定要让宋君兰有来无回，命丧今晚。一旦杀了江南王，殿下就可以趁机接手整个江南啊！袁清林未置可否，眼底却是满满的冷意。舒云川看着密报，我去，陈王够狠的呀！表面为爱成亲，可却能够引得宋君兰坐卧难安。这消息要是让他知道了，他铁定要。陈王对宋君兰太了解了，不能这么说，只能说同为倾心苏角角的男人，他俩对彼此的心态太清楚了。赶紧将消息团成团，攥紧在手心里。这消息绝不能让宋君兰知道。在做什么？身后冒出来的一道声音吓得舒云川手一抖，慌乱之下手里没扇子，他还空摇着手。没什么，看景啊吧，这铺成的景色真不赖啊。拿来。君兰，你要什么呀？进来之前我看到飞走的信鸽了。舒云川无奈的将纸团交给他，惴惴不安的一直盯着他看。果然，宋君兰的脸色瞬间就暗沉了下去。洞房，敢碰我的女神，我要废了他！愤然甩袍，转身向外走。舒云川从后面扑过去。宋君兰，你要做什么？连夜赶去福州，抢回我的女人。你看不出来这是个陷阱吗？你这时候去，那福州就是龙潭虎穴，单等着你跳进去呢。这些我都知道，可我无法坐视不理。一想到角角将有，我心里疼，很疼。你不懂，我懂，我都懂。可是君兰，你不是一个人，你身后还有千千万万的南虎军，还有江南的百姓，还有你的理想抱负。废话这么多，放手！不放，我不放，你打死我得了！宋池不耐烦的就将他扯开了，阔步走了出去。宋君兰，我是谋士，你大事要听我的。苏角角走到院子里，看着满眼的红色，这一天天的跟做梦似的。谁是苏角角？我是。你是哪位？我爹是福建路转运使，陈王是我表哥，我是他早年就定好的未婚妻。然后呢？苏角角的淡定反而让裴雨桐有点措手不及。
成王正妃的位置只能是我，谁也抢不走。你最好给我知难而退，否则没你好果子吃。你找错人了吧？这话你应该去找成王殿下说，跟我说有什么用啊？决定权又不在我。哼，少装的清高无辜。如果不是你用下三滥的床上手段勾引了我表哥，他如何会被你深深迷惑？来人，给我上，狠狠地打这个狐妹子，扒光了她，让她那身贱肉细细眼。一群丫鬟嬷嬷围上来，苏角角盯准了个时机，绕到了裴雨桐身边，一把将她控制在身前，不许过来，要不我就划烂她的脸。不要伤我的脸，都不要乱动。苏角角看着周围一群奴仆，有点心累。他现在的处境太他奶奶的艰难了。众人就这么对峙了一会儿，直到夏荷回来。雨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苏姑娘，雨桐是转运使大人的三姑娘，你快放开她。夏荷，我放了她可以，我就问你，她要是再攻击我，你是否保护我？我会全力保护苏姑娘。好，我信你。苏角角放开了裴雨桐。敢威胁本小姐，给我上，打死这个贱人！雨桐，不可以！雨桐，不要做冲动事，天下知道了会恼了你。我先杀了他，就算表哥挠我一阵子又如何？你在做什么？袁青林带着班春走了过来，裴雨桐一愣，马上变了张脸。表哥，你回来了，人家都等你好久了，你怎么都没去看我呀？表哥，你上次来看我送我的玉石，我给雕刻成挂坠了，可好看了，我好喜欢呢。袁青林置若罔闻，走到苏角角跟前。你没事吧？他有没有伤着你？没事。裴雨桐又靠过来。表哥，我娘亲一直念叨着你呢，给你准备了丰盛的接风宴，做的都是你爱吃的，我们现在一起过去吧。不许你来打扰角角。哦，对不起啊，苏姑娘，今天我鲁莽了。表哥，我知道错了，你不要生雨桐的气嘛，好不好？我不懂的，表哥只要说了，我都会记住，我会改的。表妹是个小孩子脾气，说话做事都不过脑子，她本性不坏，以后都是亲戚，你别生她的气。我哪里会跟天真可爱的裴小姐生气呢？毕竟她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孩子脾气。只是啊，下回要跟我玩闹，选个温和点的方式，什么扒光我的衣服呀，打死我呀，这种我怕是玩不起呢。裴雨桐第一次见到有一个女人柔柔媚媚的，还能阴阳怪气的揭发她的行为。雨桐，你竟敢想要伤害我的角角，想不到你表面单纯，内心如此蛇蝎毒辣。表哥，你误会了，我没有，我怎么会那样做？苏姑娘说的夸张了，我什么脾气？你认识我这么多年了，你还不了解我吗？我真的只是贪玩，没有坏心的。行了，别说了，你马上离开。那表哥，我娘亲为你准备的接风宴，没空去。苏姑娘，对不起啊，是我没分寸，玩过头了，你不要介意，我以后不会了。住在这里，需要什么你就尽管说，就当是你自己家就好。多谢裴小姐。角角，是我不好，没有管好亲戚，是他们越矩了，以后绝不会了，你不要生气，好不好？没生气，在人家裴家的地界上，他有什么资格生气？以后你不离角角，近身保护。属下遵命。拜堂成亲的时辰快到了，夏荷伺候着苏角角，穿上大红嫁衣，又给她梳着头发。夏荷，你给我讲讲你家和裴家与殿下的关系。裴家是殿下的舅舅家，而我夏家当初受过皇后的恩惠，所以夏家衷心拥护殿下。那你呢？我是夏家的五小姐，我们家孩子多，不稀罕我这么一个。我从小习武，我爹就派我到殿下身边保护殿下。那殿下的支持者现在就裴家和夏家。苏角角缓缓点头，所以裴家得罪不起。舒云川迷迷糊糊的醒来，扶着脖子，看到自己房间里坐着喝茶的江回。王爷呢？趁着把你迷晕时，已经带着人赶去福州了。他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？明知道人家布下天罗地网，他还傻不愣登的往里钻。王爷说了，就算是龙潭虎穴，他也要去。你怎么没去啊？还说呢，王爷让我留下来照顾你和可乐两个累赘。累赘舒云川再次无语。宋池带着暗卫乘坐小船，快速来到福州码头。刚上岸就遭遇了猛烈的伏击。为了节省时间，宋池使用了镇龙诀，一掌过去，瞬间震断了所有敌人的心脉。镇龙诀虽然刚烈，却极其的损耗元气。王爷，您没事吧？没事，立刻动身，莫要耽搁。一想到苏角角今晚要和袁青林洞房，他就万分狂躁，心里乱得不行。府的正堂收拾得喜气洋洋，裴耀祖坐在上首，眼睁睁地看着袁青林牵着苏角角走了过来，一拜天地。慢着，殿下，你非要执意娶这个女人也可以，但是你不能背信弃义。我家三娘
娘还有夏家五娘，都是你小时候就定好的亲事，你休想推却。舅母所言之事，改日再说，请舅母不要扰乱我与巧巧成亲的程序。那不行，要娶就3个一起娶，我裴家3娘必须是正妃，你这位姓苏的顶多做个侧妃。雨桐、夏荷，你们俩都给我上来！表哥，我也没办法，是娘亲逼着我来的。属下告罪，请主子责罚。夏荷也是我逼来的，你不要怪他。来，雨桐是正妃，挨着殿下站，你们2个站在后面。苏角角这一刻莫名的很想笑，真不是他没心没肺，而是他预料到拜堂不会顺利，却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变成这般可笑的样子。本殿下要做什么，且容他人智慧。来人，将他们都给拉出去。安春带着人上前，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动手。袁承业，你眼里还有我这个舅舅吗？你别忘了，你能有今天，能成为陈王，全依仗我对你的支持。怎么还没登上宝座呢，就想过河拆桥？舅舅，我允诺的将来定会一一兑现，但是这里面并不包括我的亲事拿来交换。我想娶谁，这是我的私事，您还是不要插手。私事？哼，身为皇家血脉，就没有什么是私事。你现在是陈王，将来如若问鼎天下，你的亲事就别想自己做主。你见过哪个帝王就一个女人的？啊，那都是3000后宫佳丽。你既然注定要走这条路，你现在较的什么劲啊？袁清林的拳头死死地攥着，一张脸气得发青。他和裴耀祖的视线无声地对峙着，两人都毫不退缩。好了，殿下，你这孩子也是个死心眼儿。男人嘛，多几个女人不是更快活？人家那些寻常人家有点钱，还纳几个妾呢？你这堂堂的陈王殿下，哪能就一个女人？皇家亲王该有的谱也要摆的呀。行了，别过了好时辰，快点和3个新娘子拜堂吧。袁清林僵立在那里，因为努力压制着怒气而身子微微发抖。苏角角暗暗叹了口气，心里对这个深情的小病娇存有几分怜惜，又有几分无奈。殿下，快点拜堂吧。拜堂不过是个形式，想让我娶别人不可能。在我心里，我的妻子只能是一个苏角角。袁承业，你掂量清楚再做决定。走，角角，我们回去喝金酒，入洞房。想管他亲事，难道还能够管得了他的身子吗？他睡谁，他自己做主。袁清林拽着苏角角回到红彤彤的婚房里，倒了2杯酒。角角，没能给你一个完美的婚礼，是我无能，今后我一定会补给你一个更加隆重盛大的婚礼。无需自责，我不太在乎那些虚头巴脑的事情。你忘了，我这人就爱钱，有钱万事足。那好，今后我陪着角角好好赚钱，赚多多的钱。两人喝了合卺酒，袁清林目光热切地看着他。角角，接下来我头一次，你教我，我会努力让角角满意的。我觉着我那里应该不算小。男人这话说完，苏角角瞬间就愣了。宋狗子说这话吧，倒是挺正常的。那家伙素来自负又强势，单独和他在一起时就没有不敢说的话，尤其是凶猛动作的时候，什么乱七八糟的荤话都敢讲。可这话由害羞内敛的袁清林说出来，还是让他很震惊的。不是，我想说的是，我应该不算差，我没见过别人的，我觉着应该还行。越解释怎么越乱呢？他放弃了。我是角角一个人的，指给你看，你来检查怎么样？你评判。其实他内心里还是有点不自信的，毕竟宋池身材高大又健壮，还会武功，真怕自己各方面都不如他，可又有点不服气。他泡澡的时候觉得自己真的尺寸很行。好了，你不用解释了，快去洗澡吧，洗干净点啊。角角放心，我一定好好洗，保证哪里都洗得干干净净。角角等我。往浴房走去的步伐急切又慌乱。这个倒霉孩子，掐算着时间，那药效应该也快发作了。要么说他家可乐真是个人才呢，这种无色无味的怪药他都能够给他找来。当时他偶然发现可乐偷偷摸摸的往菜里加东西。你这是要毒死谁啊？哪个大郎啊？毒死有什么意思？活着受罪不更好？小姐，你说对吧？那你这放的是什么呀？让男人不举的药。我的好可乐呀，你就算是有这个念头，也不敢真这么做呀。宋君兰武功高强，你这点小手段，他轻松就能够察觉到。这药是从小官馆花了大钱搞来的，都是那些小官们内斗时的黑心药，神仙都察觉不到。宋狗子疑心那么重，他平时需求那么强，一旦不举了，稍微一查就能查到你头上，你还有活路吗？傻丫头，将他的炮友给要成太
太监了，这炮友还配叫炮友吗？谁说是给王爷的？那你是嫁给谁的？可乐，你有炮友了？哦不，你有男朋友了？嘿嘿，那倒没有，但是不妨碍我要给得罪我的人。那个倒霉小子是谁啊？嘿嘿嘿，秘密以后再告诉你，小姐就等着看好戏吧。就这么着，小官馆里头秘传的野药多了一份，进了他的荷包里。他提前将药倒进了合卺酒里，刚刚眼瞅着袁清林一口喝干。这么纯情的小病娇，他现在是真心不敢碰啊。夜凉如水，知府衙门外，宋池带着暗卫隐没在黑暗中。主子，知府里面有很多高手，我感知到最起码有100多人，这要是硬闯，咱们胜的几率不大。主子，您的镇龙诀也不能再用了，会伤了您的心脉。宋池沉默着，手指轻轻捻着，江衣紧张的都不能呼吸了，真怕他家主子吃了秤砣铁了心，非要攻进去。江九凑过来低声说，要么这样，我引开里面的人，你们趁机摸进去。江八道，那么多高手，你能引过去几个人？再说那样你就死定了。主子，我也去引一部分人。几个暗卫都是抱着必死的信念说出这些话。江四，让你准备的药呢？众人纳闷中，江四掏出来一大包药粉。主子，这是来之前属下逼着李御医研制的，他老先生都气坏了，说这是阴损药。越阴损越适合袁清林。主子，您这是里面情况复杂，不能愚蠢冒进，但是能让陈王不举。宋池提起内力，缓缓将药粉推送到整个知府大院里。今晚知府大院里的男人都不举了。袁清林激动地泡着澡，渐渐就察觉到了不对劲儿。刚才还气势昂扬的，突然就萎靡不振了。这马上上战场了，枪不能飞啊！他摆弄了几下，仍旧毫无起色。不应该啊，身子没病也没中毒，怎么就突然不行了？袁清林瞬间心慌意乱起来，又不甘心的摆弄了一番，还是不行。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？怎么就这么不顶用？你这个废物！废物！药，对，我可以用药，壮阳药，我可以用药。他就慌里慌张的走出去，都不敢直视苏角角，装作没事儿一样。那什么，我处理1个小时，马上就回来。刚走到门口，腿还没迈出去，人就突然倒在了地上。袁清林，你怎么了？我的天哪！他给他下了那个什么不举的药，不会是弄错了，弄成毒药了吧？轻轻地推了推他，他紧紧地闭着眼睛，没有一点反应。正要叫大夫，房门却打开了，裴耀祖带着几个小厮走了进来，将殿下抬走。几个小厮七手八脚地将袁清林抬走了。苏角角反而不慌了，坐在桌前，看来陈王殿下突然昏迷是裴大人的手笔啊。是又如何呀？我给他培植势力，拥护他成为陈王，不是让他反口咬我的。至于你一个小商户女，竟敢图谋王妃之位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裴大人，我从未想过当什么陈王妃，我现在是江南王的女人，我和宋君兰两情相悦，是陈王硬生生的将我抢来的。你这个满嘴谎言的女人，据我得来的消息，你还跟徐作广的妹子说过，你和陈王是两情相悦，生生被江南王拆散的。什么事从你嘴里转一圈，都没几句是真的了。苏角角心道，他哪次胡扯不都是为了活命？他容易吗？那行吧，我实话实说，我谁也不喜欢，跟着江南王也是被迫，来到这里是被陈王所迫。将这个女人拉出去，掐死就井里。慢着，裴大人，你的消息如果灵通，那你应该知道我是宋君兰的心尖宠，是他的心头好，他爱我爱得死去活来的，非我不可。你要杀了我，你就不怕江南王冲冠一怒为红颜，带兵踏平你的福建路？裴耀祖怔了怔，第一次见到一个女人自夸自卖的，脸皮这么厚。你以为江南王那么优秀的政治家会和袁清林那小子一样青涩，容易骗呀？你再倾国倾城，也不过一个女人。在男人的世界里，江山权力都远远重于女人。江山在握，权势在手，还会缺了女人吗？苏角角心底一片慌乱，姓裴的一看就是个手段毒辣的，一个不慎，他真有可能命丧他手。装作很自信很笃定的样子，可你不是宋君兰，你不了解他，更不懂得我苏角角在他心目之中的重要性。裴耀祖眯起眼睛思考着他的话，定定地审视着他。
你拿我去跟宋池谈判，他肯定愿意用其他的条件来交换我。你觉着你值几个钱啊？哼。大了不敢说，最起码值个10万两白银，或者几艘战船。裴大人，别管多少，总比没有强。蚊子腿儿也是肉啊，留我几天而已，顶多费点粮食。可一旦你赌赢了，就能换来额外的财富。假如我谎报了自己在宋池心中的地位，那也简单呀，几天之后你再杀我，不是一样？我一个娇滴滴的小美人儿，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扛的，我又飞不走。裴耀祖看着这个侃侃而谈的娇滴滴的小美人儿，终于明白为什么袁清林被他迷得五迷三道了。这女子简直就是个妖精，还是舌灿莲花的妖精里的人精。苏娇娇，你太自以为是了，你不懂得政客。宋君兰是顶尖的政客，心计权谋俱在，他绝不会为了一个女人而付出任何代价。他骗朝廷那一套软肋什么的，可骗不过老夫。且留你几天，你终究会失望的。裴耀祖走出去，看好他。门刚关上，苏角角就软软的，手心都被吓出了一层冷汗。袁清林，你丫的，自己翅膀没硬起来之前，你折腾我来干啥呀你？对小病娇的那点子怜惜瞬间烟消云散。裴耀祖刚从屋里走出来，一个亲卫就捧着一封信笺而来。大人，江南王刚刚飞进来信。裴耀祖接过信笺，看完之后不敢置信的转脸看了看那道房门。他娘的，姓苏的妖精没吹牛啊！江南王竟然主动要求谈判，这简直击碎了他一个优秀政客的三观。裴雨桐的闺房里，小厮们将袁清林抬了过来。好了，你们全都退下吧。裴雨桐一手托着下巴，一手去描摹男人的五官。表哥，你注定是我的男人，谁也别想抢走你。手指停在他的嘴唇上，那触感烫得他指尖都像是烧着了一般。痴痴的看着俊美的男人，终于忍不住轻轻地亲了一下他的薄唇，心满意足地抱着他的腰，将脸靠着他的胳膊。表哥，今后我们做一对相亲相爱的夫妻，我会对你好，给你生儿育女。男人昏迷着，没有任何的回应，痴痴地看着他的侧颜，看了好久，才迷迷糊糊地睡着。袁清林醒来时有几瞬的迷茫，意识还停留在昨晚的洞房里。娇娇坐起身来时，才赫然发现身边躺着一个女子，只一眼，她不是苏娇娇，慌张的下床穿鞋，腰却是被人从后面抱住。表哥，你是要做什么去呀？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表哥，昨晚是我们俩的洞房夜，你我圆房了。绝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你昨晚可勇猛了，破了我的身，指不定我肚子里都怀上你的孩子了。明知道他说的都是假话，还是气得袁清林心口一疼。我对你没有一点兴趣，根本不会碰，这一点我可以对天发誓。砰的一声，房门被撞开了，裴耀祖、裴夫人来了。既然你们俩成就了好事，今后都是一家人了。雨桐呀，要抓紧啊，争取早点给殿下诞下嫡子。母亲，女儿知晓了。我昨晚根本没碰他，我有不举之证，根本不能和他发生什么。为了清白，他也只能不惜抹黑自己。不管怎么说，你和雨桐共度一晚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我裴家女儿不是谁都能随随便便轻舞的，名声对女孩家重于一切。你再说什么都无济于事。为了名正言顺，我已经替你发布了消息，册立雨桐为陈王妃，夏荷为侧妃。你凭什么越俎代庖替我发布消息？程爷呀，你还年轻，做事啊难免考虑不周。我是你舅舅，又是你岳父，应当全心全力为你周全。转脸对着下人们吩咐：从今天起，都给我改口，不许再叫小姐了，一律叫王妃。是。袁清林攥紧了拳头，几乎抠破了手心，一张脸寒的吓人。所有人都离去后，裴雨桐凑过来抱住他的胳膊：表哥，滚！袁清林气愤地走了出去，裴雨桐被摔在地上，疼得半天才爬起来。袁清林赤红着眼睛，心里翻江倒海，乱得像是炸了锅。怎么办？如何向角角交代？会不会从此嫌他脏了？他要怎么证明自己还是清白的？踉踉跄跄地往洞房走着。娇娇还好吗？苏姑娘被裴大人带走了。什么？带走？带去哪里了？
听说带着他去跟江南王谈判去了。袁清林的脑子嗡的一声响，犹如被重锤狠狠地击中，一口气儿没提上来，胸口犹如被1000万根银针在扎，疼得死去活来。他似乎还想说什么，人就晕死了过去。主子，班春抱住他，吓得魂飞魄散。药祖掏出来一颗药丸递了过去，吃了它。这什么毒药？裴大人，没必要这样吧？我一个弱女子，你这样是不是太狠毒了点？无毒不丈夫。裴耀祖使了个眼色，他的属下就捏着苏角角的下巴，将毒药丸塞进了他的嘴里。裴耀祖眯着眼睛看着渐渐逼近的谈判船。如果宋池出的价码太低，最终双方谈不拢，我就直接将你推入海里，毒不死你也能被鱼吃了。苏角角生生的打了个寒噤。船头上刚刚赶来的舒云川，晚辈舒云川见过裴大人。诸位都不要乱来，苏角角服下了我裴家独有毒药，解药只有我有。裴大人请进。压着苏角角，众人一起走进了船舱里。一进去就被里面香艳的画面给惊着了。只见英俊潇洒的江南王坐在酒桌前，左拥右抱，还有个女人正在给他敲着腿呢。苏角角都惊得脚下一个趔趄。成天搂着他又亲又摸的男人，此刻搂着其他女人，苏角角心里突然有点不得劲。我这其实就是对炮友的清洁度的占有心态而已。江南王带着几分怀疑的语气问了一声，宋池淡淡一笑，缓缓起身。在下宋君兰，有幸得见裴前辈，请坐。裴耀祖梗着脖子硬着脸坐了下来，苏角角坐在了裴耀祖身侧，看向宋池的目光阴沉沉的。可惜宋池那个狗东西愣是一眼都不看他。江南王这是要做什么？既是谈判，怎么还有女子在场啊？晚辈来的早了一点，疼得无聊，就找几个女人解解闷。君兰你真是的，平时胡闹些也就罢了，今日和裴大人谈正事，这会子你都憋不住。裴大人见谅啊，我们王爷年轻气盛的，也没别的喜好，就贪个女色。裴大人也年轻过，应该能理解啊。怎么说话呢？裴大人现在也很年轻，一看就是宝刀未老。裴大人，待会儿咱们谈妥了正事，就一起乐呵乐呵。还有几个很不错的小娘子，跟水做的似的，经着裴大人先挑。好家伙，宋池你要花花起来，那还真是比浪荡子还浪荡啊，还跟水做的似的。怎么着，你试过了？不自觉看向宋池的目光就像刀光剑影似的。宋池一直没看他，恍然未觉。老夫可没这些个爱好，谈正事儿就只谈正事。裴大人说得好，君兰，快让这几个女人退下去。他们又不碍事，闲了还能……话没说完，却更加让人浮想联翩。怎么着？闲了还能摸一把亲一下呀？简直了！君兰，等事情结了，随你胡闹，玩几个都随你。今天且忍一忍。娘的，江南王平时这么乱，还玩几个？成吧成吧，都下去吧。几个女人遗憾地退了出去。你们就是太正经，女人嘛，存在的意义不就是供男人享乐玩弄的吗？一边谈事，一边让他们伺候，两不耽误呀。裴耀祖的脸都黑了，转脸恼怒地瞪了苏角角一眼，上这个满嘴跑马车的妖精的当了。江南王如此声色犬马的一个人，又怎么会将苏角角放在心上呢？江南王，你约老夫来此是想谈什么？裴大人，你支持袁清灵风险太大了，不如转投于我。裴耀祖一惊，以为他是来谈苏角角的，没想到他竟是来挖墙脚的。他就说嘛，这才是政治家，这才是江南王。清灵是我亲外甥，前皇后唯一的血脉，我怎能置之不理呀？此话不敬人呐！以我之见，利益面前无父子。裴大人，你虽然坐拥福建路，隐于东南一隅，朝廷确实拿你没甚办法，可你原本属于我的管辖，我宋池的势力范围生生包围在你三面，我若想对你动手，慢慢蚕食就可以了。裴耀祖的脸色极为阴寒，江南王说到了他的内心深处，就算他和广南东路的夏家联手，无论是兵马还是实力，都远远不及江南王。王爷，我裴家并不是孤军作战，还有广南东路的夏家和你联手
嘛，即便如此，也不过是我南虎军多费些时日的事情。难道江南王没想过，一旦你对我动手，朝廷将会从后方夹击你？毕竟在朝廷的心里，最具威胁性的不是我，而是你，江南王。不至于，不至于，两位还是谈谈合作的方向吧。我可以不动你和夏家，给你们3年时间发展，不过裴前辈总要表示点诚意呀。裴耀祖暗暗冷笑，绕了这么一大圈，又是贪色，又是开战的，还不是想迷惑他？其实他最终意图还是在苏角角吧。3年时间太短了，我要5年。江南王如果同意，我们签个协议，我就将苏角角还给你。裴大人开什么玩笑？一个女人怎么配拿出来当条件？不给大家缓冲的机会，这女人干脆送给裴大人了。我给你5年的时间，你送我2个福建路的码头。江南王别忘了，今日老夫是专程给你送人来了，你他妈还顺手想将她送给我？这姑娘长得美，身材还好，裴大人带回去绝对不亏，让她伺候你一回，你就能体会到欲仙欲死的美妙滋味，您俩准能枯木逢春。老夫不要，她是你江南王的女人，老夫不夺人所爱。没关系，我不介意的，本王的所爱还很多，不差这一个。裴大人尽管带回去享用，你送我2个码头挺合适。妈蛋，2个码头，你当然觉着合适，可老子不合适。江南王，苏角角是你的爱妾，老夫定当送还给你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你我2方保持和平，互不干扰，这是目前对我们都最佳的选择。否则一旦开战，朝廷肯定会渔翁得利，我们俩都得不偿失。如果我贿赂朝廷，将鄂州以北全都交给朝廷，我想朝廷会协同我一起将裴夏2家赶尽杀绝。毕竟上头那位又怎么容得前太子活着？半晌静默，裴耀祖几乎失去呼吸，终于哑着声音说：都退一步吧，苏角角我还给你，你给我3年时间。我不想要苏角角，我想要你的码头。绝无可能！一旦给了他码头，就等于是撕开了福建路的防守线。除了码头，你换个别的。唉，裴前辈真是固执，不过2个码头而已嘛。算了，那就退而求其次，就要徐作广的鄂州兵权吧。江南王在说笑吧？那徐作广是你的手下，你为何跟我要呀？袁清林暗中和徐作广合作，这一点我想也瞒不过裴大人，所以我要你继续假意与他合作，骗他入陷阱，然后你们出手斩杀他以及所有亲信，剩下的就不劳你们费心了，我会去接手鄂州一切。裴耀祖的冷汗刷刷的往下掉。且不说江南王的消息有多么的灵通，就他这个算计，简直黑心的不能够再黑了。他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够将背叛者消于无形，罪名还要安在他们福建路头上。脑子正乱的时候，咱们谈不成，我就联合朝廷先灭了你们；如果咱们合作，我保你5年平安。裴大人，这条件真心很不错，我们王爷谈判一直很公道。你怎么有脸说这话呀？这叫公道？裴耀祖垂着眼睛反复思索着。趁着这个空隙，宋池终于看向了苏角角，对着他挑了挑眉，眨了眨眼，还快速做了个撅嘴亲吻的动作，换来的是苏角角一记大白眼儿。许久，裴耀祖犹如被卸去了力气。成吧，徐作广，我对付你，给我5年时间。舒云川一声轻笑，接着掏出来2份文书。那裴大人，请签字盖章吧。裴耀祖心道：他娘的，他们早就已经备好了文书。江南王对于这次谈判的条件早就势在必得，既生气又无奈地签了字，盖了官印。江南王，你的女人我方才给她下了毒，解药只有我有，王爷准备用什么来换她的救命解药啊？换什么呀？那么麻烦，随她吧，死了倒省事。人家娇滴滴个小美人，又净身伺候你那么多天，一条性命，王爷怎么着
长也该有点情分吧？宋池不耐烦的用手指挠了挠眉毛。那给你100两。裴耀祖又是一惊，他制作毒药的配方都不值这些钱呢。谁不知你江南王富可敌国？你女人的一条命就值100两。行吧行吧，别啰嗦了，再给你加50两。算了算了，君兰就是抠门，怎么说也是一条命啊。裴大人，他小气，我比他大方多了，我再给你100两。裴耀祖半晌无语，一个传言中宠到骨头缝里的爱妾就值250两，真当他250呢？算了，这钱呀不挣了，任由这姑娘毒死得了。苏角角瘪着嘴，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。行吧，你们可劲儿的演，我是个没得感情的群演甲。哎，裴大人不急嘛，还有好玩的呢。手指一动，几个美娇娘袅袅挪挪的走了进来，纷纷围绕在裴耀祖的身边。老夫年岁大了，无福消受，江南王自个儿。话音突然戛然而止，裴耀祖敏锐的察觉身子出现了异常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苏角角讶异的看向裴耀祖，赶紧往旁边躲了躲。裴大人，这燃的香里我们也给加了点毒，我们王爷都说了，来而不往非礼也。您宝刀未老，一定能抗毒。你们怎敢？老匹夫，你怎敢给我的女人下毒药？谁给你的胆子？强儿，让裴大人见识见识。幕后款款走出来一个人，裴耀祖看到他的那张脸时，惊得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。他，江儿，你现在就是裴大人了，现在你可以回到你的船上去了。江二微微点头，学着裴耀祖走路的样子走了出去。江南王，你这是……你说，如果江二今后代替你掌管福建路，带你的兵马，睡你的妻妾，打你的孩子，是不是很有趣啊？你简直狠毒至极，还不把角角的解药拿出来？裴耀祖又气又恼，只能无奈地掏出来解药。苏角角拿过去，快速吞了下去。江南王，就算他能学我的形貌，却学不到我的神态，早晚会露馅。那就露馅的那天再说呗。放我回去，你提条件。我刚才就提了呀。你何曾2个码头？江南王，你何必如此不留情面，逼人至此？我放在心尖上都疼不过来的女人，被你服了毒药，袁清灵那厮还妄想沾染我的女人，这一笔笔账，我如何能放过？你要哪2个码头？就挨着蒲城最近的2个码头。舒银川带着文书和南虎军，立刻让江二代替裴大人去码头上交接。舒云川将早就备好的交接文书拿出来，从裴耀祖身上翻出来他的官印盖上，将毛笔递到他的手里。事已至此，拖延也是徒劳，大人还是乖乖签了吧，早点回去解毒治病。裴耀祖无奈的签了名，被人带了出去。角角，屋里没别人了。宋池急切地走到苏角角跟前，张开双臂想要搂他，却被女人扬手扇了他一巴掌。想让我毒死，就值250两银子，我还能被你随手送人？我那是骗那老匹夫的，免得他拿你做法子。角角最聪明了，能理解我。理解是理解，也确实佩服你的手段。不过听了那些话，心里还是不痛快。不痛快？你拿我解气啊！我随你打，你男人我哪里都应是，给角角打着玩。苏角角翻了个白眼，抬脚朝着他的腰带下面踢去。宋池灵活的一闪身。好角角，这里使不得，踢坏了，以后你就没得乐趣了。闪身到他身后，一手搂住他的腰，一手扣上他的胸，低头擒住了他的唇角。想死我了，你可算回到我身边了。他就像个小火炭，热气烘烘的，缠着黏糊着，又亲又抚的。苏角角的呼吸都乱了，好容易才狠狠地推开了他。滚远点，别拿摸过别的女人的脏手来摸我，又臭又脏。我用子孙根向你发誓，绝没碰别的女人。刚才也就是搭了个肩膀而已，那也脏。好，我马上去洗澡，里里外外都泡干净，行了吧，我的小祖宗？那才走了出去。众人回到宋池的战船上，苏角角首先看到了可乐。小姐，你就算被绑了，下回带着我一起行不？死活我必须和你作伴。你的野药发挥了作用，不错。小姐，我下到饭里的药也发挥作用了，特
解气。苏角角去了客房里泡了澡，可乐给他绞着头发。你竟然给江九下那种药？哼，谁让他嘲笑我？他笑你什么了？他说我胸小，胸腰没分别。哦，江九确实是活该，不过你也不算小啊，好歹是 B 杯，当然不能和我的比就是了。以后好了，他要一直小着了。苏角角还想说什么，突然捂着胸口猛烈的呼吸一口。不对，可乐，我现在身子不对劲，病了一样，那人香的毒，我也中招了。难怪我们之前所有人都提前吃了解药。解药还有吗？快给我一个。我听江回说这药提前吃有用，之后就只能你懂的。我不懂，就那什么呀，小姐，你这时候快去找王爷求助吧，他肯定有法子。苏角角恍然，难怪刚才送狗子走的那叫一个痛快，没有继续黏糊他。原来他早就已经料到他肯定要去找他的。臭男人，小鬼花阴谋诡计。苏角角找到宋池住的客舱，他正惬意地泡在浴桶里，乌发如墨，玉肤红唇，好一个美男沐浴图。王爷，赶紧的帮帮我！角角，怎么了？就那染香的毒，我好像也中招了。哦，那个毒啊，很难办呀。啊，不是吧？哎，我最近有点肾虚，有心无力呀。你再给我装！真没什么想法呀，角角总不能强人所难啊。你大爷的！我去找别人去，男人可多的是呢。慢走不送啊！该死的，这船上都是他的人，哪个敢碰他？不闹了，你是我男人，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搁以前，宋池早就撑不住了，偏偏今天，哦，你求我呀？好容易逮住一次机会，他一定要趁机多为自己谋点福利。还没试过他主动求着他那啥呢，想想就激动。你说你堂堂一个江南王，你算计排药组，算计权力江山兵马，这也就罢了，你怎么连男女这点子的破事你也算计啊？不觉得大材小用了吗？你这个宋贱贱，今天要是玩不过你，我他妈随你姓！王爷，你想人家怎么求你啊？他小手缓缓在脸上滑动，滑到自己的嘴唇，又顺着一路蜿蜒向下，好像他有点痒一般，在自己各处游走。身上的衣裳被他这么毫无章法的划来划去，就松松垮垮，半遮半掩。瞬间，宋池觉得快要凉了的洗澡水瞬间又热乎起来了，暗骂一声：这个要命的妖精！角角想要什么，要自己争取，对不对呀？你知道怎么做的？人家年纪小，不知道怎么做呀。王爷，你知不知道呀？你不知道，你知道的还少吗？我想要什么，角角明明知道。什么？我哪里知道呀？哎呀，我脑子呀，突然就糊涂了呢。就那本册子第6页、9页、17页、28页。宋狗子，你他妈够了！你至于把那些破书的页数记得这么清楚吗？你那些精明智慧就不能用到正经事儿上？哦，要学习啊？我可没兴趣，王爷自己去温习功课吧。说着，毫不迟疑地向外走。站住！你去哪里？我出去凉快凉快啊。穿成这样，你能去哪里？腿长在我身上，我爱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拜拜了您嘞。苏角角迅速地从浴桶里头出来，长腿抡过去，将女人一把捞进了自己怀里。你个小坏蛋，就跟我装傻吧！抱着她放在榻上，找出来那本册子丢给他，自己去看。他就不信了，他能扛得过去？说完，满怀期待的大拉拉的往那里一躺，一副等待采摘的模样。好好表现，本王等着。苏角角敷衍的翻了几下册子，想让他求他，没门。本以为他动了，是来讨好他，不料直接炸地。哎呀，我记得我家可乐跟我提过一嘴，说什么玉做的，我要找他要一个来。宋池又气又慌，一把扯住了他的手腕。本王还没死。那又如何？好奇呀！他娘的，这女人绝对是专门来克他的。她的雄韬伟略、英明神武，毫无用武之地，竟然要栽给他一个小女人。本王不许！我用什么？你管不着！一把将女人扯进怀里，利落的一个翻身，将她压在身下。苏角角，你这个狡猾的小妖精！又气又恼的狠狠吻她。哼，不要你！不要不行！我不乐意，求我！求求求！
酒。妈蛋，他王爷的脸面彻底摔地上了。罢了，在他跟前没脸没尊严，那也不是一回了。再说她是他的女人，让着他宠着他也是该的。要真诚些。我求娇娇了，你是我祖宗，行了吧？还不够真诚。小姑奶奶，你要我命吧？可乐端着茶盘来到客舱外，被江回一胳膊挡住了。我刚才问了李御医了，那解药现在吃也有用，你之前干啥骗我？江回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那又不是他要骗他，是王爷要他骗他。哦，可能是我记错了。猪脑子，让开呀！我给小姐送药进去，赶紧让她吃了。应该用不着了。用不用得着，能是你说了算的，得我们家小姐说了才算。让开！江回不仅不让，用身子挡在可乐前面。可乐没反应过来，刹不住往前去的走势，直接一脑门扎进了江回的怀里。江回心头一跳，下意识的就伸手搂住了可乐的腰，软乎乎的，果然有点肉的女人手感蛮好。茶盘哗啦一下掉在地上，一壶茶的热水都洒在了江回的身上。哎呦，烫死我了！哎呀，是刚开的热水，你说你堵过来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快，把衣服脱了，烫伤了粘住衣裳更麻烦。可乐七手八脚的去扒江回的衣服，很快就将江回的外衫给退了下去。本来被烫得很疼的江回低头看着跟前的女孩，围着她忙成一团，咬着下唇憋着一抹笑。江一、江三、江九几个单数的暗卫走了过来，看到这边两人的情况，都惊得齐齐站住。江九，人家知道你不举，嫌弃你喽。哼，哥有法子治好你，用你上次得来的飞镖换。休要打我飞镖的主意啊！我宁可一直不举。咦，那你多可怜。有啥可怜的？反正咱们大家都用不到。江一和江三心道，说的好有道理啊。江回注意到他们仨，得意洋洋的抬着下巴，挑衅的扫了江九一眼，言语含糊的低声对可乐说：这里不方便，咱们去屋里收拾。可乐点点头，转头看到这边三个木头人，江三，你快去找点烫伤药。说完扯着江回去了就近的客舱里。江一、江九一起惊愕的看着江三，你们干啥这样看着我？他不举了，你可好着呢。嘿嘿嘿，以后可乐要天天给你送饭了。江三心道，他妈被人家顺口吩咐去拿个药，这两个家伙怎么就这么多邪念呢？旁边的客舱里，江回已经被可乐剥的只剩下个大裤衩子了。哎呀，你说你笨不笨啊？有热水不知道躲，反而往上凑。这里疼不疼啊？这里呢？不疼。江三进来时就看到了这幅惊人的画面，默默丢下药，迅速消失。出来看到等着他的江一和江九，你们放心吧，可乐不会给我送饭的。为啥？依这里面的进展，他应该会给江回送饭。江一和江九都是一惊。可乐认真的给江回的伤口上涂着药，江回的呼吸越来越乱。全都涂完药之后，可乐盯着他的蟹裤，直勾勾的眼神盯得江回的脖子都红透了。别的地方还有烫着吗？啊？什么？这里面还没检查，要不脱了看看？可乐，你好直接，好急迫。那什么，就现在吗？江回是又羞又喜，扭捏的不行，手却是慢慢的爬到了蟹裤的绳子处。既然那什么，那好吧，我就……正要解开绳子，那行，剩下的你自己检查，自己上药吧。满腔春水无处去的江回人都傻了。你今天烫伤，不能全怨我，一半怨你自己笨，别想赖上我。说完，毫不留情的走了。就这么走了？这真是女人心海底针，把人弄得不上不下的。他走了，可乐全无负担的走了几步，突然听到江三和江九在说话。我以为你瞧上可乐那丫头了呢。怎么会？我对圆滚滚矮墩墩的女子没兴趣。江三，好你个小子，等着！朱云川和江二乘着船和他们会合，不费吹灰之力拿到福建路2个码头，高兴坏了。王爷呢？这一趟真痛快啊！我要跟他好好讲讲。王爷现在没空，又没政务可忙，他怎的就没空？君兰，江一做了个虚的手势。王爷正和苏姑娘那啥忙正事呢。才分开那么几天就急得这副样子，哼，不就是个女人吗？比我们多了啥？就能迷成这样？一掀袍子气走了。客舱里面隐隐传出来的旖旎声音。
江一只怪自己的内力太高强，不想听吧，那声音却如同靡靡魔音，自动往他的耳朵里头钻，听得心浮气躁的，一直深呼吸。该死的江回，偏偏这个时候被烫了，害得他得来守门口，听这些个乱人心神的动静。过了晚膳时间很久，里面才叫了水，叫了晚膳。乖，过来吃点东西。苏角角真的饿了，午饭就没吃着，现在天都黑了，连着2顿饭空着，又经过那么冗长又劳累的运动，几乎是饿的前胸贴后背。哎呀，饿晕了，可是腿没劲儿。你呀，就是娇气，从头到尾你都没动，就听着我伺候，你还累成这样。要抱，宋池的心都软透了，像是抱孩子一般，百般珍惜的将他抱在怀里，走到桌前坐下，就是将小小一团的女孩抱在腿上，亲自喂饭给她吃。苏角角惯会顺杆爬，头靠着他的一只胳膊，由着他一口口的喂。王爷用膳呐。舒云川不管江一的阻拦，执意闯了进来。出去！江一快速将舒云川一把扯了出去。谁让你这时候进去的？人家里面那什么，不定接着会咋样呢？疼女人竟能疼成这样，还抱着喂饭。宋君兰以往连个菜都没有给他夹过。舒先生，我看呢，就算有天大的事，你还是等明天再说吧。哼，不都忙了都半天了，晚膳后总该有空吧？依着咱们王爷的体能，晚上估计不会闲着。不就那么点子事儿，能鼓捣出花来呀？都不嫌够。他是真心不理解，女人能有江山权力来劲儿。江一料事如神，晚膳后没一会儿，里面的动静又开始了。依稀听着，像是他们王爷没下线的，各种哄着人家，这样那样求着，尊严各种在地上被摩擦摩擦。江一无奈的拍了拍自己的脑袋，内功这么好，太讨厌了，他就站个岗吗？都站得火气莫名都旺起来了。袁清林醒来后，将自己关在房间里，闷了多半天。天黑的时候，班春敲门进来。主子，我什么都不想吃，出去。那个王妃来了，让她走。表哥，有些话我必须要和你讲清楚。哼，我和你没有什么可说的。表哥，你不娶我，我父亲如何会全力支持你？我知道表哥看不上我，可这世上的婚事有多少个是两情相悦的呢？最起码我对表哥一腔赤诚，由我来爱慕表哥。你想过没有？你不理我，你不碰我，我没有身孕之前，我父亲又怎么会完全的信任你？表哥，我父亲是那种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人，你我没有子嗣，他绝不会对你放权的。今晚我等着表哥来我房里。转身就走了。袁清林久久没有吭声，整个人沉浸在昏暗之中，周身都萦绕着可怖的冷气。主子，吃点东西吧。我太弱了，班春，我目前还是太弱了，手里没实权，没兵马，所谓的亲戚将我当作傀儡，难怪我斗不过宋池，我拿什么和人家斗？在真实实力面前，我等于一无所有啊！主子也没这么悲观。不，我不允许我一直这么弱下去，我要变强，我要手握实权，将来这些辖制我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，我要比宋池强大，我要超过他，否则我永远都无法夺回角角，永远都不能拥有心爱的女人。班春惊讶，主子竟然还惦记着苏角角。今晚我去王妃房里。班春惊得眼皮子一跳，既然她那么缠我身子，我就满足她，给她。班春又是一惊，班春，去找一个身材和我差不多的暗卫。主子您这是？长相要和我差距很大的。班春害得手脚冰凉。我要让王妃尽早有孕，让我那个好舅父早点放心。我要尽早抓权在手里，别愣着了，速速去办。今晚陈王要来王妃房里诉请的消息传了出来，裴雨桐高兴地笑出声来。他就说嘛，想得到一个男人就必须要软硬兼施，不给他一点压力，不逼迫着他，他怎么会低下头呢？房里的床单什么的都要换一套新的，晚上给我准备花瓣澡。今晚他要好好的享用那个清美的男人。战船回到临安城，一切都悄无声息，谁都不知道短短的几天发生了什么，就赶去了娱乐城。明天就要正式开业了，今天要做最后的准备。你没来这些天呀，渊玉就像变了个人一样，里里外外大小事情他都上手管着，还都管得处处到位。哦，还是个高管的好苗子。一个包间里，苏角角兴奋地问渊玉，你是不是想当管理者呀？苏老板，你可曾听说过玉蝉教？当然知道，身为商人，谁能不知道玉蝉教？此教掌控大江南北的经商途径，敛财能力杠杠的。我是玉蝉教少教主池渊玉。苏角角惊了，那他之前的胆怯弱小都是装出来的？
此物可以证明我的身份。他淡淡一笑，豁然向前逼近2步，将苏角角压在桌子和他之间。那苏老板想不想要我全力相助呢？苏角角稍微一愣，转瞬即逝。他可不相信堂堂的御禅教的少教主会这么轻易的瞧上个女人，他又不是吓大的。柔软的胳膊就是轻轻的搂住了池渊玉的脖子。好呀，能得到池少主的相助，我求之不得呀。这里面是不是还包括池少主奉献身子呀？池少主长得这么美，我当然对你来者不拒。只是吧，我是王爷的外甥，那就只能委屈池少主悄摸的做我的男宠。池渊玉的笑凝固在脸上，王爷的外甥的男宠，经他这么一说，他的地位直线下降。这女人的性子太野，想吓唬住他，看来是甭想了。池渊玉麻利的退出了几步远。苏老板真会说笑，我所说的相助是经商上的强强联手。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，我发现苏老板是个很有想法的经商人才。你所经营的产业，如果经过我御禅教的协助，保你的店铺开遍大江南北，让你赚够全大禹朝的银子。苏角角本就明亮的眼睛像是钻石一样蹭蹭放光，他2辈子最爱的就是经商赚钱，那种快乐和高潮的快感不相上下，只不过一种是身体上的，一种是精神上的。